大家好，我是李文腾医师，今天教大家如何置放 Double Lumen。首先，我们应当用医用超音波，事先评估合适的血管通路。你可以透过超音波探头的按压来判断何处是静脉。这是左鼠膝处左侧股静脉，放慢3倍速播放示范。这是原速。再看一次3倍速，请仔细看静脉可被探头外力压扁。确定好施打部位后，请确实进行环状消毒。由于拍摄观感因素，实际建议消毒范围为注射处方圆大约10到15公分，必要时可视情形予以合适范围调整。接着请记得戴上法帽，并确实完成湿洗手步骤。接着预备无菌手套，将其拆封后于合适的工作桌面上摊开来。接着穿着无菌衣，沿着无菌衣的双侧袖口入口处穿着。原则上就依照包装拆开，取出无菌衣后不要急着摊开。先找出无菌衣双侧袖口入口处，双手抓稳袖口入口之后，其余则放掉，将无菌衣内部自然张开垂下。再来将双臂逐渐套进无菌衣中，但不要露出手指于袖口外，只要手指不露出袖口，同为无菌面均可用来调整穿着。你也可以请护理师或任何可以协助你穿着无菌衣的任何人，完成后至绑带的固定，避免无菌衣后续滑脱。同一时间，你可以将无菌手套依序套上在无菌袖口上。倘若各位人对无菌手套穿戴技巧仍不熟悉，也可以请其他有经验的人员协助穿戴。总之，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菌面跟无菌衣均不可接触到裸露的手部。完成无菌衣及无菌手套穿戴后，接着就是铺上无菌面或是无菌冻巾。这时请务必由他人协助拆封，且不可碰触到内部无菌面。请留意无菌面标示的方向，短边朝向头部，长边朝向下肢。确认好方向后，请撕下 3M 胶条，瞄准施打处范围，将无菌面铺上粘好。接着摊开无菌面，先是延展长边，也就是下肢方向，再来延展短边，则对应到头部方向。完成无菌面延展后，中间洞口这块遮盖面可以移走，如有需要可以适当调整洞口粘贴位置与大小，但尽量不要偏移太多。接着请助手拆封 Double Lumen， 拆封前务必再次确认规格是否正确。Double Lumen 包装内部也有额外的无菌面，可以作为原有无菌面的延伸使用。接着请助手依序将 Double Lumen 小心的横向拆封。操作者将内部组件取出后，依序将针尖处朝上摆好在无菌面上。建议各位可以再次进行原部位2次消毒，因为实物上很难初次消毒后即达到完全的程度。需要注意的一点在于2次消毒时，务必请助手拆全新的大棉棒包装，然后由操作者从无菌内部取出大棉棒。接下来依序拆封大缝合包或任何对应无菌的器械及钢杯亦可。接着将内部的钢杯钢碗排列整齐，并将缝合器械依序移除橡胶套，然后摆放整齐以便后续操作使用，降低意外针扎的概率。Double Lumen 本身的悬扣很容易在无菌面上滑动，因此建议各位一并放到钢盆中，避免中途操作中掉落。接着请助手将无菌生理食盐水约60到100毫升的量注入钢碗中，这时可以用无菌的10cc空针进行 Double Lumen 的灌注冲洗。事前的管路灌注冲洗能减少管路内部血栓卡住的几率，管路置放后能更好后续处理内部冲洗，但此步骤并非强制性。
接着再用另一支无菌的10cc空针抽取 Lidocaine 作为局部麻醉药物。之后依序拿出4×4纱布以及3个零 nylon 缝线，以及超音波专用的无菌套。超音波无菌套组内含无菌 jelly、无菌套本体、无菌橡皮筋以及特殊规格的针具固定器。使用无菌套本体，请先将开口端撑开来。底端则为盲端，将其伸进去内部，使其内部呈现带口形状，犹如倒立的水母一般。然后伸手进去盲端，维持开口的形状，以承接超音波探头。超音波探头在进入无菌套之前，请务必涂上 jelly， 使超音波讯号能有效传导。完成探头置入无菌套之后，记得绑上无菌橡皮筋，接着外部再涂上无菌 jelly， 即可进入 double lumen 施打动作。这时可以透过即时超音波影像，一边持针一边进行局部麻醉注射。请留意 Lidocaine 应注射在表皮下而非血管内，因此请务必反抽确认没有抽到血，才可以注射 Lidocaine。局部麻醉建议可以附近表皮处，在不移走针尖的情形下，尽可能膨润地施打，能有效地增加局麻的范围。接着组装大针跟硬针，进行正式的施打。切记万万不可以用虎口朝向针尖处，移除硬针的塑胶外套。另外，若能先用生理食盐水润洗过，届时硬针用起来会顺手许多。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在正式用硬针施打前，可以先用皮肤撑开器，也就是 dilator 作为模拟注射定位，确定预期入针处与超音波即时影像同步，便可开始使用硬针注射。与此同时，一手操作大针使之反抽，另一手稳住超音波探头，确保针尖方向与超音波即时影像同步进行。如果大针针尖进入太深，应将大针缓缓地朝向表浅处移动，一边留意超音波影像的变化。一旦大针出现顺畅回血，表示血管通路位置预期正确，此时应当用另一手稳住大针，然后接续放入 guide wire 到大约30公分左右。只要血管通路顺畅， guide wire 推进应当也要顺畅。倘若中途卡住，请不要硬推，先收回去，然后重新确认大针位置是否正确且有无顺畅回血。顺利放置 guide wire 后，请小心移除大针，然后使用 dilator 将注射皮肤处适当的撑开。如遇到皮肤较不易被 dilator 撑开时，千万不可以硬撑，这时可以考虑使用刀片，沿着注射处开一个大约 0.5到1公分左右的切口。原则上只要足够将 dilator 顺畅地放置到1半左右的深度，后续的 double lumen 基本上也就不成问题了。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 dilator 移除，将 double lumen 置放进去。再三提醒，guide wire 这时务必要从宗头端穿出，才可以将整只 double lumen 置入。如果是 two-way double lumen， 则对应到静脉端出 guide wire。放置 double lumen 的同时，另一手可以适当的撑开皮肤，维持应有的表皮张力，较利于管路的置放。然后记得将 guide wire 收好。接下来将各自的管腔进行润洗，原则上只要有顺畅回血，并且排出管腔内部的空气，即可将生理食盐水灌注进去管腔内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double lumen 的 A 段及 V 段，务必要再三确认是否顺畅推拉，以确保接续透析机器时得以顺畅运作。
完成检查调整后，请务必将管腔内部冲洗干净，尽可能的减少血液在管腔内部的残留。记得将 double 的管腔出口处各自旋上旋帽，然后使用3个0的 nylon 缝线与管路附近左右各一处 simple suture。事后善后非常重要，千万不可以用手去抓场面的器械，请乖乖使用持针器，夹取使用过的针具、刀片、dilator 以及 guide wire。接着将针尖废弃物用持针器将其丢入指定的铁桶中，以为自身安全。记得也要清洗钢杯、钢碗，原有器械也要按指定方式回收消毒。移除超音波无菌套时，请小心探头不要因此跟着摔坏。确定台面上没有额外的尖锐物后，可以将无菌面逐渐移除，并集中向内卷曲打包，最终丢进生物性废弃物中。最后脱下无菌衣、无菌手套以及法帽，一并向内卷曲后丢进生物性废弃物中。最后记得要再次湿洗手。以上是 Double Lumen 置放术的实际示范，我是李文腾医师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